刘四哥呢？回家看儿子去了，还说ปู่爷操持。放心，真看得起我。诸位，咱们就公开喊价吧，价高者得，1万1手。5万、8万、10万、19万两。22万。25万。 27万。谁呀？谁喊的27？28。29万。30万。哎，我说，你们管家都没回来呢，有钱吗你？船上有啊。哎呦，船上有。小子，今儿我小老头就给你上课。你爹让你出来是长见识的。 可不是让你上这儿搅局来的！闹了你，胡闹什么？你假如是诚心做买卖，你爹也不会让你来，你别胡闹了。听听，闹什么？好，那就归你了，请了。4大行的银票，你验一验。 我看着没什么问题，你看看。这人参娃娃就归您了。谢谢。哎呀，此等宝贝儿。 让咱们爷们儿也看看眼，搂搂。东西呢？啥也没有啊！东西呢？空的，没有啊。东西呢？这儿东西呢？东西呢？那怎么供啊？这骗人吗？这姓苏的。 我东西呢？是不是在你身上？对，传看，看。咱这一辈子，刀口上舔血，从没说过半句假话。苏大哥。 老四走的时候，你确定人参还在盒子里？我就没看见他从盒子里拿出来过，肯定在啊，怎么就没了呢？今儿是没看黄历。姓苏的，我小老头做了这么多年生意，没见过你这么不讲信用的。什么人参娃娃、山参爷爷的，空口白牙，明着骗啊！ 没呢！啊！我真要信了你们，我出了这门，你们还能认账吗？我小老头一家，我不得全家跳河去啊！骗子，太损了你们！就是这尼姑塔本来就是贼窝。走老总，走！我没拿，站住都别走！诸位，我没说过半句假话。 今天下午我还亲眼看见，就在这个盒子里，怎么回事我也说不清楚。姑爷，你替我作证。苏大哥，你别鲁莽，把刀放下。你跟刘老四到底在合计什么？能不能提前告诉我？ 你叫我现在怎么帮你？生意没有那么做的。做生意，我做生意，我这是做的什么生意？我这辈子把自己都赔进去了，现在我儿子也没路走了，我后悔。各位。
今天我让你们走得安心，顾爷，信我。这看什么来不成？这个要自杀了呀！这也太人情，这孩子怎么办了？怎么说也是条命。你好，顾爷好。顾爷，顾爷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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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顾爷，大天20枚。顾爷，您这边请。大姑一打响叮咚，这么来，这回来个3盏灯，3盏灯，你要是愿意，你就哼一声哎。行，孝子点灯。点灯，老仙家要是听啊。也别说怎么走大道，怎么越车辙，你个走小道，怎么路水多，万黄拉草黄地格，一路之上多辛苦。苏大小姐，顾爷，我当家的是在你面前死的，是不是？是。那他死的时候疼吗？一刀穿心。不疼。顾爷，顾爷，喝一口。哎，你昨天好好的，怎么先走了？老四的儿子昨天得了脚长痧死了。死了？顾爷，您在哪？各位兄弟高义，坐下喝杯水酒吧。顾爷，我心里闹腾啊。您说要不是因为我说那几句狠话，他不也不至于死吗？不是？别自责了，他的死跟你没关系。不是说他出身武官吗？千军万马都杀过来了，说几句重话就受不了了。安心吧您呢？兄台高见啊！还未请教台府啊。上礼下卿，赵钱孙李的李，卿子卿尊的卿。在下古平原，不幸今世无古贤的古，上平下元，平原君的平原。还未请教家世。家父上万下堂，小商人。京城里万堂，这要还算小商人的话，天底下可就没大商人了。今日这些来的人，确实都是看热闹的，除了李公子你。如果我没记错，你是带着管家过来的。管家人呢？家里有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宁国塔近日关卡码头全被封锁，你的管家何以知晓家中出事了？难不成他是神仙，蒙假会算？他身体不好，血液暗行，古人谓之笨。他得了什么重病啊？竟然能做到雪中叶人，闻所未闻呢？你敢走我就敢喊。可是你空口无凭，你想怎么样？你的那个管家昨天趁着去船上取钱的机会，见过刘老四。窑子里的姑娘说的不会有假。你们做的一手好生意。管家那么干，自然是我爹受的意，我是不同意的。我想也是，若是合谋，哪有管家把主子丢下来顶锅的道理？哎呀，你呢也不用替你的苏大哥过于哀痛。人参娃娃这种天才地宝，本就不该采。
不该落在他们手里。君子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他得了这样的宝贝，是祸，非福。来碗酒。 开了门那你要谁敢动？哎！我吹！李少爷，你这练的什么功？练什么功啊？搭把手，搭把手。你衣裳呢？刚才进去耍钱，让人当了洋果了。我明明是对虎头，对面是对铜锤，哎，他愣说关外就是这般玩法。银票搜了，衣裳也给扒了。哎，不是，衣服。跟我进去，再把衣裳赎回来。赎回来？哟，古爷，来瞧新鲜来了，古爷，来，刘强。古爷。来呀！你刚才就被这大哥骗了钱，就是他。天灵灵地灵灵，赌神菩萨第一灵，猴子小鬼抬元宝，一只抬进门，通杀。7点，天门第一府，庄家第3府。你刚才就被这大哥骗了钱。啊，就是他。他是我们这儿有名的恶人。你输了，是个对子。不对，你看清楚，这张牌是10点，这张牌是11点，是你输了。你赖皮啊！哎，点子大就赢，点子小就输，也没有天杠地杠是吗？谁敢说不是？兄弟，你们关外都是这么玩牌的吗？这规矩我可没听说过。规矩，关外的规矩就是关外人一定会赢。识相的把你的手拿开，不然掰断你的指头。按照你们关外的规矩，是你脑袋硬，还是我子弹硬？怎么？我是厦大，有种你就开枪，开！你猜我敢不敢？你吗？我赌你不敢，你不敢。诸位，帮庄还是帮闲？再不下注，我就扣扳机了。2。
李家大少爷，你让我等得好苦啊！他们跟我说你在这儿。苏小姐，有什么需要效劳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这是我当地的好朋友，武兄，他对宁古塔的事儿熟得很。我在这儿的马场买了300匹马，需要运到中原。古先生有什么好办法？买马，为什么要来这里啊？要是论耐力，川马、滇马都挺好。 难道你要买的是军马？还不知尊驾是谁呢？我敢说，你敢听吗？这个雇大船从海路上走便是。这马要运到南边儿，坐海船岂非越走越远？马运到南边，你是？我怎么？ 武先生怕了，可以先走。你是反贼，我是流民，没什么好怕的。顾兄，你不是想帮那对母子吗？苏小姐能走了，你跟那孩子自然也能走，帮他就帮你呢。还不知道苏小姐具体要把这些马运到哪儿？ 只要出了城，其他事儿不用你管。行吧，那容我想想办法。等一下，辛苦古先生。 苏小姐，你不怕他告密啊？要不是我给他开门，他早被打成筛子了。这个人是个聪明人。这些俄国人，枪炮造的当真好。 若是把他们弄到大清来造枪造炮，岂不是大发利市？眼下南方战事吃紧，连买枪炮都难，更别提造枪造炮。说到底，你们李家还是生意人，你跟着反贼倒也不怕。我当然怕呀！幸好我来之前，我爹跟我讲了你的身份，不然我做梦也想不到。 还有你这样的漂亮女人做反贼。还有件事我也很纳闷，我爹那种树上掉下来片树叶都怕砸脑袋的人，怎么会和苏小姐认识？那是因为你们家连号遍及长江南北，全靠我护着。长江以南也许你家做生意，你说他胆子小，哼，商人见了钱，胆子比天还大。 哎，你那朋友该到了吧？苏小姐在吗？古兄，进来吧。进来，进来。坐。有主意了？ 啊，主意倒是有了，不过咱们得先说定了。你讲，能答应的我自然答应。出宁古塔或许是有办法，只是出了城以后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我自然有办法。
这可不行。你得给我指一条踏实的路。你这300匹战马，出了城以后，过哪个关卡都不容易。再说了，我还带着个孩子，我不能稀里糊涂的就把小命给丢了，是吧？哎呀，顾兄，我看你这就是害怕。我九死一生来到宁古塔，死我倒不怕，只是家中还有老母和兄弟，我不能因为伙同你们而连累到他们。你得让我信你。给他。辽阳卫的守将是我们的人，他已经给我们准备好关防。我们出山海关入直隶，下山东，坐船回南。哦，如此便好。古先生不如同我一同回南，比留在中原要好得多。我不做反贼，这2个字很吓人吗？你宁可在这当奴才，也不肯为我效力。人各有志嘛。顾兄，你现在是个留人身份，谁敢收留你？谁敢保你？你想读书考不了功名，想做买卖，你连个籍贯都没有。你现在这样，你敢回家吗？天地之大，无处存身。这话见得明白。回到中原做个黑人，担惊受怕的活着，值吗？实不相瞒，高堂老母体弱多病，我若在这里一直待下去，怕是都没办法见她最后一面了。当年我在考场受辱，我的冤情也得查清楚。大丈夫岂能空劳于此啊？若苏小姐此次可以帮忙，我古平原定当结草衔环以报。好，古先生这句话我收下了。一点见面礼，留着防身。哎，李清少爷，你还未成亲吧？那自然是没有。那便好，咱们宁古塔的姑娘们可够劲儿，不成个亲再回去，太可惜了。你这说什么酒话？妙计呀！来，随我进城，给你挑个好的。为什么非得是我呀？不是你武选连号的李清大少爷，谁用得了那么大排场啊？不是，哎呀，这非得是我。冷静啊，听我说，这是京城五省连号的李清大少爷。昨天晚上，他得了一梦，说非要在你们当中选择一个做他媳妇儿，还要带回京城做少奶奶呢。这一大早啊，肥猪就拱门了。你也太没有眼光了，你像个小伙呢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都给我下去。姑娘，您能不能先下来？我不下去。昭君姐姐，要不您先回去，梳洗打扮好了，明天还要带你上京城呢。我就不下去。
这还差不多。我跟你说呀，你可捡着了。我这一走啊，这宁国塔大半的老爷们儿都得哭死。差不多吧。李大少爷，我去布置洞房，少赔，回去。哎，我把卖身契还他。回去。多谢二位。你快起来。哎呦，我死了，算了。温柔乡啊，看来你是舍不得走了。滚蛋！新娘子出来了！新人入洞房了！二起！恭喜恭喜！你说只带2个人走，母子俩都得带走，留下谁也活不了。剁稀碎！我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同志，一路下去便是疗养，咱们就此作别了。你不和我们一起走？昨天我让那姓徐的吃了个大亏，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们若在一起，只怕到最后谁也走不了。顾兄，李公子，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，咱们中原再见吧。李兄，那就麻烦你照顾苏大嫂和她孩子。你放心吧，我都安排妥当了。我把他们娘俩放在京城的药铺里，买个身份，让孩子当个学徒。李家在这江南江北养了几万个伙计，还怕再多这2个？顾兄，我应了你。别走！你倒是说句话呀！那徐管带要追上来，你能护着他吗？他现在自己走就是个死。一报还一报，这2人我带走，可把情分还完了。要护他，除非跟我回南。先走一步。哎，苏小姐，顾先生，等一下。刚来宁古塔的时候，我还纳闷呢，这么多流放的犯人就这么住着，也不堪压起来。
后来我想明白了，方圆几百里连个人烟都没有，逃都逃不出去。你哪里有别的路可逃？听天由命吧。你要答应跟我回南，我有办法保你平安无恙。我若是在宁古塔还有机会回去，但若是做了反贼，就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了。苏小姐的一番美意，我心领了，咱俩的账清了。当当了，你们东家呢？人生何处不相逢，那这事儿我爹怨不得我了。什么就怨不得你了？我来的时候，我爹担心的要命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千万不要跟那个宁古塔的流人说话。今儿呢，是你自个儿推门而入，那就怨不得我了。苏小姐呢？你见到她了？你知道吗？你们现在万元档的名声可是在平遥城都传开了。我进城的时候就听说了，大家都在等着看你们笑话。那就让他们等着。这鬼都进不来的生意那么清闲，亏你也熬得住。听说你在招好的朝奉跟伙计，招到了吗？这些事儿啊，苏小姐在忙。我也从北京带了几个人，都是老朝奉。头2天还肯坐这儿坐堂的，现在全躲到那后屋打牌吃酒，那比我还快活。我听说你到太宇峰了呀？怎么，今儿是来刺探消息，还是让人给赶出来了呀？我自然是被人赶出来了。我这种大外行入不了他们的法眼，但我倒有些主意，莫不如咱们可以再联手一次。咱们联手？我们都是外行啊。乱拳打死老师傅，子曰：“焉知来者不如今呢？”合计合计。来，读了四书不尽，学会一身坦荡，翻过陈年旧账。诸位，别做一人面庞，眼过人情薄凉。我看过万里雪梦。各位平遥城的老少爷们儿，4乡8里的叔伯兄弟，在下李清，京城李家的人，在这平遥城啊开了一家万元档，主要就是为了来当学生学艺的。感谢各位的捧场。我们呀是外行，不敢劳动大家伙的腿脚到店里去续画，更不敢站在那高柜台后头压人一头。我们就在这城门处做点小生意，当场对，当场取。万元档的当铺在东边，银号在西边，凭票领银，童叟无欺。诸位，请了。大大怎么样？票领银，童叟无欺啊！还能喘一口气，就剩几只凄凉，看过刀剑风霜。人生在世本中3两3枪，把3钱给抹了。银簪子1只，当3两银子，出票。大嫂啊，这3钱呢，就当是本店的小利了，可满意啊？满意。来，在这上面画押。一起万两，昨日引入潼关万元内方，一步烽烟一条路，一生永朝不丈量。日出东方。这个簪子你给他找找。都有了，有了。大手家，
真行啊！库里都清出来了，这个傻棒槌，他跟京城来的那个姓李的公子哥，在城门口花钱如流水，3两3钱的银簪子，他竟然当了3两。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买卖，笑破肚皮了。朝奉都没请？没有，您老就放心吧。哎，他一个京城来的人，敢在平遥开当铺，那不就是关老爷门前耍大刀，嫌自己死得太慢吗？银号的大掌柜来了，要见大朝奉了。哟，我说祝朝奉哎，您在搞什么鬼啊？谁跟你搞鬼了？城门道那家伙现在已经把手都伸到银号里来了，您还在这儿装死？这与我们有何干系啊？哎呦，有何干系？您倒好啊，撒出个妖精去，自己在这儿乐得清闲啊！北京城那家伙把自己的银号利率往上浮，现在整个平遥城但凡有点钱的，都取了银子往他们那儿存呢。祝朝奉，您倒是给个主意啊！啊，我那儿已经开始挤兑了。我这铺子里有的是现银，他想挤兑就挤，生意不能倒。来个人，来，啊，让伙计们把现银都准备好，1个时辰1趟，往咱们自家的银号里送。现在就去。哎，祝朝奉，这万一不够怎么办啊？那2个棒槌可是把平遥的马蜂窝给捅了，其他银号都和我们一样，这纷纷取了钱往他们那儿送啊。这要是稍有不慎倒了一家，那可就闹笑话了，这让外行的把内行的给玩死了。哼，到这儿拼有钱啊，他可是找错地方了。你放心，头寸不够了，我给你调。大朝奉，从咱们这儿赎出去的东西啊，全都到了城门口那2个棒槌的手里了。你说好笑不好笑啊？别着急啊，一个一个来。称一下，看看多贵。几天就挣下这么多？好，珠花3子1根，当银5两。你的花钱大好了啊！在这画押。现银9钱3分，您在这儿画个14就行。上好布匹1款，当银10两。随时能取。我店门口那个大银葫芦您看见了吗？我要是付不出来，您就拿斧子，明天把那银葫芦砍了扛走，我一声不吭。小心的钢啊！踩里头去，小心地上。好。这下倒好，那全平遥城的破烂都在我这儿了。哎，掌柜的，麻烦让一下。哎，我怎么觉得还不够呢？哎，咱俩今儿是把外行的事来干绝了。人家刚在我们这儿当完东西，转头出门就笑我们俩傻瓜呢。咱这就是赔本赚吆喝，纯烧钱。你要是拼不起，那就别拼了。天底下还没有我拼不起的事儿。明儿继续。今年是因为赶集，只怕到了明天，人未必有这么多了。明儿呀，咱们就照荒抓药，把平遥城下面的9乡12村，家家户户全都扫到一遍。这就叫上门当。哎，古兄，这个名字好，就上门当。青石板上砸黄豆，硬碰硬说，两文是把城里头闹了个底儿朝天。底朝天谈不上啊，只是给他捅出个窟窿。我这个古兄弟啊，做生意那叫大将用兵。说实话，前2天我心里真虚得很。
花钱租那些个仓库，里头放的都是些锅碗瓢盆，还有一堆破水缸，哎，那简直要了命了。嘿嘿，你这个话一点没错。仙姑嘞，你倒不想想，咱老包是战场上出生入死的人，万一有人把我这肩膀上的9级半给砍了，你的1000两银子不是打水漂了吗？说实话。像鲍将军你这样啊，穿黄马褂、带腰刀的人，身价何止1000两啊？说句不好听的，万一你要是殉国了，我捧着你的黄马褂和腰刀去到大帅的军营里，就算我出价2000两、3000两，大帅也得赎啊。贵得很。哎呀，你们2个小娃娃当真是了不起哟！我老包也算是见过天下英雄，不负此生了啊！哎呀，你说，咱们这么一搅和，把平遥城捅了个窟窿，你是不是就能脱困了？脱困？我的案子一天没消，我走到天边都是戴罪之身。要是能让受我牵连的人脱困，那我倒是死不足惜。哎，你别瞎说，实在不行你就跟我回北京，我爹总该有办法。李百万这3个字儿，那可不是白叫的。他认识那么多王公大臣，帮你洗脱罪名倒是不难。大不了我跪着求他。哎，哪儿膝下有黄金？你这叫什么话？和你一起做生意，那我心里是痛快的很。你要是被官府抓了，又得给你送回去了。你还是离我远一点吧。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？你了解我犯了什么罪吗？现在和我走得近的人，都已经被我连累了。咱们呢，桥归桥，路归路。其实，我挑你整出这么多花样来，无非是想互相利用。你可以在山西立足，而我呢，可以把我想救的人给救出来，仅此而已。至于做朋友，我没这个资格。先走一步了，李清雄。古。不是那外约到的那个。结论成了你家的少爷。李清雄，他来这闹球上来，北边怎么光有这个人未及道喜，恕罪恕罪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朋友，京城李百万的大掌柜，万元档的当家人，李清雄。这个就是李百万的公子。掌柜的，来了贵客也不给引荐一下啊？这是万元档的当家人李清雄，这是我的东家王先生。王老爷子，久仰久仰。哎呀，不敢不敢，在下王天贵也不老，可是一表人才呀！啊，听说就是你，把我的当铺和票号搞得入不敷出，把整个平遥城搞得七荤八素的那个年轻人呐！小子，瞧瞧瞧瞧。瞧瞧这些人，恨不得一口口把你给吃了。王老爷子，不敢不敢，我不过求一个立足之地，我就是来当学生学艺的。好一个学艺，成了，
你今天把这个凳子搬过来，在平遥城就有你一席之地了，啊？不过你要记住了，那些小把戏是不是该收一收了？这个自然。得罪诸位勿怪啊，学生我见礼了。从今以后那些胡闹的把戏，依王老爷子的话，全都收了。吃好喝好，不够再加。最近出了个新鲜事儿，平遥城来了几十个朝奉，你说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？这几十个朝奉掌柜突然之间到平遥这个小县城里来，只怕是你身边那个苏小姐搞的鬼吧？今天能把各位请到平遥城来，是我的荣幸。在座的都是山西地面上最老的当铺朝奉、票号管家，等闲都不愿出门半步。且敬此杯。没事了，真的假的？那写的是吗？哎呀，你们肯来，我是给够了钱的。要问这是多大的买卖，这买卖自然大。做买卖，有人谋的是财，有人谋的是名，我谋的是国。我从南边来，这屋里头啊，有一个算一个，通敌的罪是谁也跑不了了。来，为了这个罪名，我敬大家，一起喝一杯。兄弟，这个女人不简单，离她远一点，不然祸迹满门。这话我也想跟我爹说，可是他不听我的。你呢？我什么？你当上这太宇峰的大掌门，这多少人眼红的位置？除了河东老八家，实力最雄厚的就你们这位王老爷子。你这是打算做此官守此礼，从今以后开始和我作对是吧？逢场作戏，如此而已。干脆呀，你辞了位置，到我万源当来，或者我给我爹写信，把你这罪名抹。反正你在这儿做一天掌门，我心里就不舒服一天。万源当不想有你这么个敌人，我也不希望有你这么个敌人。你的美意我心领了，只是眼下还有事情没做完。有一天走投无路时，你莫忘此言。郑大爷，郑大奶奶，哎，李掌柜，李掌柜，李掌柜，哎，来了来了，哎，来了。在下康家长子康素元，诸位请了。今天大家伙能来，为康家解除危难，是祖上有德，我就不一一道谢了。这些年，康家的生意做的是顺风顺水，多少有些骄狂，什么生意都敢接。这次接的是朝廷给军队运辎重的任务，本来想多赚一笔，
莫名其妙一把大火烧得干干净净，家父一急之下吐血而亡。我今天穿孝来拍卖家产，是个不孝子。可国家在打仗，死的人成千上万，辎重的事情一天不解决，世间不知要平添多少孤儿寡妇。我这点事儿算什么呢？所以今天组这个局，请大家来共同竞价。这些是康家所有的田地、房屋、商铺，从山西到陕西，南下至四川，大约有4万亩良田，217家商铺，还有3间大酒楼，产业都在此。如果有质疑的，请上前查看。有了这些产业，还不如去借钱。难道老八家会坐视不管吗？大奶奶，让我一句。说起来，这些产业，乃是我祖上当年学业不成，转学手工，手工艺不成，又在军营里谋了个超报小吏的差事，每个月只赚几钱银子。后来他负责在军队里运输货物，结识了不少天南海北的英雄。我曾祖豪侠仗义，说话讲信用。虽然他手无缚鸡之力，但人人敬他是条好汉。再后来几个朋友凑钱给他开了个镖行，这才陡然而富。古人云：“君子之泽，三世而斩。”到今天已经3世了。老八家虽然同气连枝，但我曾祖当年有话，绝不连累同袍。所以今天还请天下的朋友让条道。康家子弟就算不能经商，也不能没有志气。最后一句话了，请大家出价吧。哟，是啊，可不得了啊！往这往后，这老八家怎么个排法呀？看谁神斗！诸位，我抛砖引玉，600万两。多谢。700万两，900万两。多谢。 1100万两。你怎么不叫价？我不想那么累。我我们家自个儿的树得的都忙不过来了。你不知道，全越做越麻烦。这话说的够聪明。我要真聪明，我就不上这儿来了。 1300万两，我出1400万两。诸位，吃好喝好，我们这个饭局结束，拍卖才会结束。大家不妨来看一看，然后好好琢磨琢磨。苏小姐，你怎么不跟他们拼了？我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，谁要跟他们这样拼？ 那这产业你是拼不过来的，非要拼钱吗？他这人倒是蠢，这天底下有的是比钱更贵重的东西，一会儿你就看见了。更贵重的东西。恭喜你啊！我是应该现在恭喜，还是再晚一点？恭喜我什么呀？恭喜你顺利进入老八家。你可别扯了，有钱人多着呢。你刚才没听到他说吗？这天底下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生命。 这
盒里那死人呢来着？哎，诸位，哎，稍安勿躁啊！有几位朋友酒喝多了，绝对没有死人，大家放心喝酒啊，不要听下人胡说。请，喝酒，赶紧定吧，埋的没埋的，定完我们走了。马上定。来，喝酒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杭州的张先生，我保镖死了；湖州的李家，苏州的王家，刚才出嫁那几个都，没错，出过嫁的人都死了。哼，他是从南边过来的，我觉得他肯定会牵连我们家，咱得想辙跟他斗一斗。苏小姐，我们东家要我务必拿下康家的产业，您看能不能让我一让？哎呀，刚才那些人死得好惨呀！是你，你不会也想跟他们一起吧？不要。我看这是有人想逼死我们老八家，想一个子儿都不出，就把产业拿走。是江湖上的朋友干的吗？我看未必。江湖上的朋友哪有这么大的势力呀？咱们以静制动，让他自己跳出来。死人，就是有死人！你赶快走这地方去！诸位，今天我变卖康家的家产，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死人。你这个短途的买卖，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做了。走！都坐下！奉王爷令，今天喝酒的各位一个都不能走。康家的产业卖不掉，军队的辎重解决不了，你们就等着陪葬吧！都坐下，继续干！700万两，李掌柜的，既然他们都死了，我就接着您的价喊了。好，聪明。 800万两，1000万两。这位小哥面生的很啊！您认识他就行，不面生吧？1100万两。诸位，我也叫个价啊！我倒要看看今天会不会被人弄死。 1400万两，1500万两。反正你交多少，我就比你多加100万两。诸位得罪了啊！今天我是势在必得。快点，还有没有？2000万两。 怎么？京城李百万家的不够格吗？你也要加入了是吗？是啊，这么热闹啊！但是你不会把我和古兄都这个吧？你想干什么？我和你想的一样，我也想捡这现成的便宜。 你不是说帮我忙吗？哦，哎，你喊多少来着？ 2100万两。 2100万两。
2500万两。2600万两。你把王天贵的骨头熬成油都拿不了那么多。我要好李国，跟我借他。我这是在帮你爹办事，你搅和什么？2600万你能买个开心吗？你知道我最想要什么吗？我就最想看你跟我爹垂头丧气一次。幼稚。古兄弟是吧？请过来这边。诸位，如果没有什么疑义的话，那康家的产业就属于太玉峰了。康掌柜，2600万两数目太大，允我10日之内划清给你，承让。有这么多的银子，何必杀人呢？大奶奶，你想什么呢？人不是我杀的。哎，好，太玉峰以后就是老八家了。我恭喜古兄弟，恭喜！王爷到！王爷。如今叛贼猖獗，朝廷又催得厉害，可是没有钱粮，兵马难行，你当不起这个罪。小人正在变卖家产，10日之内一定偿还辎重。10日，这就是老八家。哼，国难当道，一个个在这里斤斤计较。朝廷说我心慈手软，那我也没有办法，都一起锁了吧，好歹也有个交代。哥，拿下！3日内交不上来，走，一个都活不了。快点，快点，走，快点，快走，快走，走，走。以为兜里有俩钱，就都是人了吗？在我眼里，不过是一屋子的屁。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走。怎么样？你兄弟的脑袋掉的会比帽子还快。爹，您这么干行吗？你呀，乖点，别惹祸，远远的看着，学着，我就阿弥陀佛了。爹，我觉得经商的人要讲信用，您这么干，强取豪夺，仗势欺人，落井下石，不择手段。乖儿啊，我看你啊，还是回去好好读书，争取考个功名。做好人。少东家，太玉峰掌柜古先生来拜。就说我不在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不见？他会觉得我算计他。算计他？他在太玉峰，你在万元档，你不算计他，算计谁？去，问问他什么时候把那300万两银子交出来，怎么放出来的？
这孩子怎么会有妇人之仁呢？少爷还年轻，好不容易在山西交了个朋友。交朋友？想交朋友用到山西来。我们是来这收这些票号的，这就是打仗，哪有这么多婆婆妈妈的？是，我再劝劝他。这人是怎么放出来的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本来怕您老生气，想晚点再说。这小子联合8家给王爷打了个字条，保证2个月之内交付4大横银票2400万两。王爷着急去山东打仗，就点头同意了。这怎么行？我去见王爷。王爷都已经走了。蠢材呀！黑眼珠子盯着白银子，这个时候不趁热打铁把这老8家给搞倒了？那美滋滋的拿张欠条走了。他要是能拿到这笔钱，我姓他的姓。这谁的主意？听说是姓谷那小子去打的。谷兄，你知道？你不用说了，我是来给你们送行的。送什么行啊？令尊做出这样的事情来，把山西上上下下的票号的人都给得罪了，他还能待得下去吗？大好的局面，毁之一旦。好好的一场戏呀，倒成全了这个小子。我爹这次进山西是做了周密准备的。我看你还是干脆投过来。他这么做虽然不光明磊落，但是在我看来是没有破绽的，你们抵抗不了。耍这种手段做生意，我是不会服气的。我不管他实力有多雄厚，在3个月之内，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，不然我信倒过来写。谷兄，你这是说大话呢？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，但天底下做生意的人，以信为本，以义为根，以流通为手段，以方便为路径。这些错，他全都犯了，注定走不长远。又是这个姓谷的。老爷，要不我再……京师很多事情还需要我处理，你留下来，就一件事。四处声称这8家各欠朝廷300万两银子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。朝廷一道旨意下来，管他谁的钱，贴上封条都是国家的钱。让储户集队一家一家的整他们。我盘算着用不了几个月，这8家就得拿着他们的底来跟我做交换。我们既要拿到山西票号的专营权，还要把他们的底炸出来。山西我要，闯王的宝藏我也要。那王爷那边要死的人了，我没什么可说的。怎么样？他说你3个月之内一定会滚出山西。你怎么说的？我还能怎么说呀？这么强取豪夺的事儿都干了。我说他们老8家3个月之内一定会被太平号吞掉。要想在这立足，你客客气气的拱手赔笑脸，你到时候连残羹剩饭你都吃不下。这什么地方？天下票号的发源地，财富的汇集之所。想站稳脚跟，你奋发图强，一辈子可能都达不到。打蛇就得打7寸，断了他的念想，取他的精华。少爷，这才是真见识。我要是你，还做什么生意？即刻回家，好好在老爷身边待2年，天下还有谁是您的敌手？哎，谷兄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什么事儿？
老八家有一句话，要带给李万涛：行商之人，以商道自律，不要再做以势压人的事儿了。成教。 他怎么了？你觉得那小子怎么样？本非池中之物。老爷，您有一双风尘巨眼，您觉得呢？ 怎么样？从昨天半夜，太玉峰门口全是敌对的人，现在人都满了，他们死活不开门板，有不少人开始砸门，就是估计他们家和县太爷关系好，还不敢撞进去。我看再过一会儿就该大乱了。这样，你再花钱，再多花银子，派人掺和到队伍里，听听他们说什么。去。哎，回来！哎，现在太玉峰门口有咱们的人吗？有啊，我就是从那儿回来的。我走的时候，还有咱们5、6个人在那儿盯着，轮流回来汇报消息。行，你现在抓紧去告诉咱们自己的人，如果待会儿老百姓砸开门冲进去打人抢东西了，让他们一定要护住顾掌柜的，万万伤不得他。那人是我兄弟，记下了啊。哦，别忘了啊。哎，少东家还真是念旧情啊。怎么，我护不得他？我是怕你护着他，他也未必领你的情啊。我能在这儿立足，靠他帮了我。请顾掌柜，请顾掌柜。诸位，久等了。我太一峰既然入了老八家，就绝不可能有信用问题。大家同气连枝，互救互助。今日凡是来兑现银子的，我都给你们结算，绝对不会亏欠大家半分。开箱！天下有道理，千钧一血万两。昨日引入铜盘，万元内放，一步烽烟，一条路，一生用脚步丈量。嘿，众生万象，粉墨登场，说到最后总是传奇一桩。善意有道，我担当。嘿，日出东方。拿下去吧。不了四书五
这位管家，贵姓啊？小姓翟，是坟仓号管事的下人。大奶奶吩咐了，这些银子运过去，什么都不要问，一切听谷掌柜的调遣。翟管家辛苦了，这些红包你收着。谷掌柜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这些兄弟们也劳累了，给他们买杯酒喝。我要再推辞了。好。谷掌柜的赏下来了，给大家买酒喝。翟管家，把货物卸下来，车推到后院去。哎，好嘞，咱们做买卖了。卸银子了。车来了，是什么车？银车，满满的全是银子。我们跟过去看见了，一封一封的。我们数了一下，前面有6辆，后面还有一批。老八家的钱全拿出来了。外面等着取银子的人越来越少了。不是你们哑巴呀，张嘴说话呀！你告诉他们，如果今儿不取，说不定哪一天朝廷一道旨意下来，就把那银号封了。我们说了，没用啊。太尉府的钱啊，看这形势到底是有还是没有？下次还是取吧，别忘了一会儿没了。哎，瞧，那边好像又来马车。太尉封到哪了？欠了朝廷300万两，还是交了朝廷300万两？那些人看见银子就算是吃了定心丸了，他们怕把钱取出来损了他们的力气。你放屁！哎，你告诉他们，太平好3分的利比太尉封高。那兄弟们就暴露了。你快去呀！这太尉封把靳家跟孙家都结了盟了，这看起来吧，好像是有事儿的样子。我今天早起到现在，已经来了3趟营车了，弄不好咱们是白班虚惊了一场呀！哎呦，咱还是把钱都取出来，对，取出来踏实。来，取钱的排好啊，在这排好。你把这张条子递到李家，这3万两就算入了他们的账了，省得你带着现银一路上担惊受怕，等过了城门还要被那些官兵们劫上一刀。若不能入账，我就在这里候着，你随时来砸我的店。这倒是省事儿了。好，我信你。请。哎呦，顾掌柜，我能开个条？顾掌柜，我要开条。你们都要开条啊？啊，是。行吧，想开条的来我这排队。好。你别愣着呀，拿点鲜货点心出来招呼大家。啊，好嘞。我就是纳闷啊。既然你那么不喜欢老爷用手段搞垮老八家，怎么又一个劲儿的想看着你兄弟倒台呢？我就不想看他赢。这次我们的钱算有着落了。这到了心里边。哎呀，多谢。请，慢走。好。掌柜的，银车卸完了，空兑了多少？您看一下。啊，掌柜的，您是只管兑不管存呐。今天有好几个酒楼的大老板，还有开染房的，听说咱们这儿一张字条就可以入账，立马又存了几10万两银子进来。被挤兑了一天，账面上反而多出60几万两，真是奇哉怪也。那这样，靳大奶奶拿来多少银子？你给他原数不动的装回去，连夜就拉回，带点糕点给伙计们路上吃。今天这场仗，咱们赢得漂亮。得嘞，赵东家，这看着也没什么生意了，咱上班吧。
就是开门第1天，你跟我说没生意了，臭嘴！我臭嘴，我混账！上官，您别生气，咱财源广进。滚！赶紧上班了，早点完蛋，我们好回京师。我爹他现在到哪儿了？大概出山西了吧？那您现在赶快写封信，派人快马追上，让他老人家也享受享受。这就叫以信用为本。人家这么说的，也这么做的，可不就做到了吗？要我看，我爹这笔账算错了。少爷，咱俩得想点办法呀。想什么办法？咱们这么挤兑都没弄死他，还能有什么办法？老虎打不死，等它咬人的时候，咱们谁也跑不了。您就稳稳当当坐着，我倒要看看这太平号的匾到底能挂几天。死银不动，活银回乡。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？那就是把之前没用掉的银子再带回去呗。你来之前的半年，我们通过其他商号在老八家那里存了600多万两白银。本来打算挤兑的时候，我们突然发难，要求把这一大笔银子一下子取出来，让他们关门上班。这步棋早早的就已经布下去了。看信里这个意思，向着这步棋布走了，把钱存在这儿便是。这怎么行？这不是白饶了人家一大笔好处吗？那就继续把这步棋走下去呀，反正都要回家了，你不能说那么惨。我马上给老爷写信。哎，写什么信？听你们主意都听成这样了，哎，还写？我倒是有个法子可以跟他们拼一下，要不要试试呀？少爷，您可别胡来呀！只许你们胡来。哎，今儿啊，厨房食材备得足，昼夜伺候，大家好吃好喝啊。曾掌柜，我们家这菜做的吧，还是不如前2天您吃那几碗馊饭来得香吧？馊饭。哎呦，大奶奶，你就别提这事儿了，行不行？你这一说吧，我嗓子眼儿也跟有只小手似的。哎，赵奶奶，来，谷兄弟，你看看这个。合适。那个李百万在半年前就在咱们几家银号里面存了600万两白银，现在一下子要提出去。我们八家凑着600万两银，现在这个时候要，头寸可一下就空了。这哪是白银啊，这是杀人的刀啊！就算谷兄弟想出8家联手的主意，这么结对起来，你们谁受得了？想想这李百万用心之深，让人好怕呀。这钱，你们打算给吗？你有什么主意？我们听你的。依我看啊，这是李百万最后一张底牌了，但就这么交出来，真是
不太高明啊。既然他要，那我们就给。王天贵那边的账我是清楚的，我可以一次拿出200万两白银，你们呢？我出400万，都拿出去啊！好极了。我回去找找库底，我也全部拿出来，好吧？什么买卖呀？啊，我带上我呀！好毒的主意！我去拿纸笔，好好算算这笔账。到底什么买卖啊？啊？哎呦，我告诉你，到底什么买卖？别让我着急。五兄弟出了个主意，太平号银子存利是3分，比我们高1分利。那个李百万想动他存款，好啊，我们把钱全给他，有多少给多少。我们吃他利进去，这感情好啊！这一来一去的大买卖呀！是啊。少爷，您还没睡着呢，人家都已经杀到乌江来了。谁到乌江来了？是，开门吧。您没看见这都是过来存现银子的？他们来还那600万两银子？何止啊！您看这银车都已经排到平遥城外10里地了。咱们存银利高1分，人家是推着现银子过来吃利息的。老八家的库里子都快出来了。当初我让您听老爷的话，您非跟我斗这个气，怎么样？现在您敢开门吗？哎呀，少爷，您还真开门啊！您跟我斗气有意思吗？咱没个准主意不行啊！这点钱都掏不出来吗？你不是跟我说有准备吗？少爷，咱们就是有金山银山，也不能这么冤大头啊！都要上本回京了，得罪了老八家，还要让人吃一把利息，何苦呢？让人笑话！别敲了，窝里人都死干净了。现在要是不开门，咱们就真的没办法在这儿立足了。你想好怎么办了吗？我听您的。哎呀，现在知道听我的，那就开门吧。李信兄，顾兄，那些银车呢？出来吧！哎，开个玩笑而已。这天底下做生意的最讲究人缘了，哪能真把人往死路上逼呀？是吧？得罪了，我们会给你点时间，让你体面退场。得了吧，贴告示吧。咱们准备回京师，把平遥的账都收一收。哎，那什么，老八家让我问你一下，600万两银子是装银车呀，还是要银票啊？我爹说了，留在这儿，当结个善缘吧。难怪。难怪什么？难怪能做那么大生意呢。这话说的有风度啊。你是夸他呀，还是骂我呀？不过有件事我真的不明白，我到底输哪儿了？你给我解解惑。哎呀，你太抬举我了，我回去好好想想吧。等你去京城那天，我当面跟你说。把这都绑好了，绑好了，这绑结实了，绑结实了。哎呀，这都绑好了，绑结实了，绑好了，绑好了。哎呀，
少爷，这外边风硬，您快上车吧。那这个怎么办呀？这砸碎了，带回去便是。当时把它立在这儿的时候，许诺要把它立上个几百年。现在这还没几个月，就要砸碎带回去了。少爷，这胜败乃兵家常事。啊？为什么不砸呀？啊？等我上车呢。这不是怕您触景生情吗？我触的什么情？生的什么情？我砸，砸碎了我好走得安心。看就吹了。嘿。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砸碎了，砸碎了带走！快，快！对，把绳子接住。哎，对，稍微调整一下，把这个拿下来。吴兄啊，你现在是古大掌柜的山西票号的第一红人，羡慕啊！我只是个唱戏的，当不得真。现在除了这身衣裳，连个身份都没有。你就是缺个身份，可我除了身份，什么也没有。这次大家各为其主，你莫怨我。我不怨你，怨你我就不来了。其实我盼着你赢我爹，他跟官儿走得太近了，老拿权势欺人，不是正道。你是这么想的？嗯。可是我也很矛盾，我就想好好做个商人，好好的经商。可是有我爹这种人在，我就觉得我赢不了。你能这么想，我很高兴。可是究竟哪一条路是对的？你问我也是问到于盲了。我哪算什么真正的商人？你还不算商人，嘿，老八家那些老狐狸能白白捧你做总柜？有话不说，可就不仗义了啊！行啊，还记得上次我与你说的道兴吗？天下百工百业，士农工商，不乏佼佼者，更有人可以扬名于万世，不为读书人。就好像影视有陶谦，木匠有鲁班，咱们做生意的有白圭范蠡。他们能做出那么大的成就，应该就是孔夫子说的“近乎于道”。那么这个道究竟是什么呢？它是一个道理，一条道路，还是可以囊括天下万事万物的一个宝藏？我常常夜不能眠，在想这其中的秘密。想不到古大掌柜的还是个求道之人啊！流放犯古平原，读书人古平原，还是现在的古老板，到底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？又或者都是真，或者都是假？你就别给我打哑谜了。既然学着经商了，我就在想，商之意图，大道何在？古人说大道至简，那就应该是最基本的道理。最基本的，无非是信和义两点。人至诚则至信，至仁则至义。所以经商之人要把诚信和忠义当作生命去捍卫。这话说着有些迂腐了，但一旦做到极处，就好像今日这样，老八家凭借其信誉，白条入账，头寸调度越发灵活，而天南海北的银子因其守信，因其便利，被源源不断地存了进来。这就是信义可行于世的证据。这世间有些道理看似简单，但若不去实践，就永远无法知道它的妙处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但你这点头巾气儿还是在的。你让我说的，莫要笑话我。我打算打道回府了，等我再来山西，一定再来看你。我四海飘零，还不知道下一站会飘到哪儿呢。这样，等什么时候大赦天下了，我恢复自由身，我过去找你。你还要走？
既然是唱戏，总有唱完的那一天。我暂留在这里，还有我要救的人。走了，这。 顾兄，不过一定会有人记得，咱们大闹平遥城，城门荡、上门荡、佛门荡，让这平遥所有的票号、银号一概低头，真是痛快。一定会有人记得的。